各位好，我是 Spike。我们的 Mac 系列终于来了。您现在看到的这期节目呢，就是我们 Mac 系列的第0季的第0期。也可能我之后会给它换一个排序的规则，但是我这个系列啊，这个播放列表的名字已经想好了，我就把它叫做“你的 Mac 为什么与众不同”。那这个也是原来我在上班的时候，自己开创的一个小的分支啊，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标题，所以我们整个的 Mac 系列的系统性的这个分享就以你的 Mac 为什么与众不同作为开始。那今天的这一期呢，也算是一个试播集啊，去趟一趟水，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 Mac 项目以及我目前的一些想法啊。当然了，我的老观众应该都知道，目前的想法呢，其实就挺不靠谱的。因为原来我的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系列呢，在早期上线的头几十期是叫做正儿八经聊 iPhone， 是吧？然后我个人认为呢，讲述风格也有一些变化。但是 Mac 系列呢，我目前的想法是，它会比 iPhone 更加的偏向教程或者是偏向一个 workshop 或者是一个课程这个样子的。那既然会归到这一个系列，也会分1、2、3、4、5下去，那也就是说明我也希望把 Mac 做成一个有连贯性的，有一点这种逻辑关系由浅入深的这种感觉。你把它叫成从入门到精通也可以啊，我本来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觉得这个太俗了，是吧？我虽然还没开始真正构思这节课应该怎么进行，但是我可以预料到的是，如果我真的决定去做 Mac 的系列课程，它的受众的数量以及它的这个频道的成功啊，就是播放量啊、受喜爱的程度啊等等等等，应该是远高于 iPhone 的。之前我聊过为什么先从 iPhone 开始，因为 iPhone 它的认知度最广，拿来去打一个市场、打一个牌子，其实是挺好的。说白了就是这个蹭热点嘛。但是其实 Mac 不一样，根据我10几年的工作经验看来，其实 Mac 的课程，因为大家知道我原来在 Apple Store 就是做 Creative 就是 TED Apple 的讲师，最早呢是 One to One 的讲师。那我对这个课程的上座率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的吧，就这么讲啊。Mac 的课程虽然它的这个可能大面上来看吸引力没那么强，因为这个设备的保有量就不一样嘛。你像 iPhone 卖出多少台 ，Mac 才卖出多少台，对吧？但是 Mac 用户就有点像我的频道观众一样的。他的粘性跟需求，还有他的学习能力，都是让人非常的敬佩的。你看我做 iPhone 做了这么久，就已经有不知道多少个观众在下面留言说期待我的这个 Mac 系列。Mac 跟 iPhone 的用户有比较大的一个根本认知上的区别，当然这个也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啊。就 iPhone 呢，我只是从大面上来看，也就是说从上帝视角去看。iPhone 的这个用户来学 iPhone 的呢，就是还是比较务实一些，也就是说呢，他其实并不想真的通过传统的学习为目的，而主要呢还是希望尽快的帮他讲一些小技巧啊，是吧？就是一些本领啊，等等等等，就是马上就能用的这种啊。至于它背后是什么原理，你如果跟他讲这个，从 A4 到 A17芯片的发展历史，那他才不要听呢。这也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平台上啊，我能筛选出一部分小众的用户，所以你们才喜欢听，是吧？iPhone， 所以从这个 Apple Store 的发展来看，为什么把 TED Apple 取消？改成把这个 One to One 取消，改成了 TED Apple。原因其实第一个就是希望这个一节课它的受众能够更广。但是你从课程的安排跟内容上来看，其实 One to One 里面 Mac 的课程是非常丰富、非常完整、非常吸引人的，甚至官方都为 Mac 的课程设计了一个学习大纲。
但是自从取消了 One-to-One 来到了 TodayTypo 之后呢 ，Mac 的课程就只剩一节了。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 Mac 使用入门，Mac 如何使用，就这一节课1个小时，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看到不止一家店，全球各地其实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会把都或多或少的会把2节 TodayTypo 的 Mac 课程挨在一起。希望呢给大家多分享一些，因为作为 Mac 电脑来讲，如果你像 iPhone 那样只分享技巧，其实它是完全不够的。因为 Mac 它作为一个当仁不让的生产力工具，作为这个生产力工具的使用者，它是需要掌握这个工具的运行机理以及它的设计的逻辑，然后你才能够跟这个我们说这个像开车一样嘛，开车最厉害的什么人车合一啊，人跟车合为一体了，车轮在地面上摩擦到什么样的路况，你人就能感受到，就像人的脚踩在地上一样啊。那这个是最厉害的驾驶员啊。那你如果要想去驾驭 Mac， 让它成为你的得力助手，一个很好用的工具，那你也应该是人 Mac 合一。那你怎么合一呢？你如果对它的历史不了解，你对它的设计逻辑不了解，你的整个思路还是在 Windows 的那边，那你是没有办法驾驭这台 Mac 的。它跟 iPhone 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 iPhone 的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但是 iPhone 它作为一个更接近于大众的消费者，这个大众消费品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大众对 iPhone 是非常的宽容的，但是他们对电脑就没那么宽容了，因为电脑的使用门槛比较高，大家都希望电脑更多的去适应自己，而不希望自己去适应电脑啊。那对于 iPhone 来讲呢，其实一方面是大家对它的宽容度比较高，觉得手机嘛出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样子都能够接受。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iPhone 它自己本身的iPhone 适应用户的能力也比较高，所以我之前为什么做一系列的 iPhone 节目比较接地气啊？那就是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 iPhone 用户其实都只用到了 iPhone 一丢丢的功能，这就是 iPhone 在适应用户啊。我会降龙18掌，但是我给你1掌就够了，就够你玩一辈子了。这个是90%的 iPhone 用户啊，只享受到了这个 iPhone 降龙18掌的1掌就够他过一辈子的。那我这个 iPhone 节目是想把降龙18掌全都解析给你，当然了，我的 Mac 节目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它可能会比 iPhone 更加的长啊，更加的有意思，更加的有的聊。所以呢，正好是这个我的目标受众呢，你也可以期待一下啊。对于 Mac 来说，我自认为啊，我还是这个世界上难能可贵啊，就是难得的吧，不是难能可贵，难得的能够找到的，给大家能够从零开始去聊 Mac 的这个所谓的人才啊，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地方必须要自吹一下啊，自夸一下。为什么啊？这也是从我自己的人生、工作和生活的经历那些经验来去给大家聊的。因为在我2000年第一次拥有了一台 Mac 电脑之后，那我也是从零什么都不会啊，自己学习到现在的。那一直呢也希望去关注并且了解这个 Mac 的圈子。那在我了解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没有比我用 Mac 用的更早的？肯定是有。虽然是少数，但是有，不管是朋友也好啊，网上认识的网友也好啊，还是公司的同事也好，都有。但是1%吧，就是比我的用的时间更早的有的。那在我试图向这些比我用 Mac 用的时间更早、用的时间更长的人想去学习和咨询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却发现很多东西我不会的，他们也不会。后来我跟他们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聊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比我用的久的 Mac 用户，其实他们都是因为某种工作的目的或者是商业的目的，大部分是上班的时候用 Mac， 比如说在影视公司工作的，比如说在公司专门维护这个数据库的啊，因为原来 Apple 有一个非常易用的数据库叫 FileMaker， 那他上班就是用 Mac 的。那还有一些就是做音乐的啊。那其实 Mac 对他来讲呢，与其说 Mac 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倒不如说Logic 是它的生产工具，或者说这个 FileMaker 是它的生产工具。
那你要想用 Logic， 你要想用 FileMaker， 你就必须先有一个 Mac， 因为你那是软件，你总要依托一个硬件来去运行吧。所以他由于早年就从事了音乐工作或者数据库维护的工作，那么他只要一上班他就用 Mac， 他用 Mac 时间比我长得多，但是他下班他就不用了。可能他家里也有一台 Mac， 那有一些呢是家里根本没有 Mac， 只有上班才用到 Mac， 而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就是一上班就打开 Logic， 然后一下班把 Logic 关掉，甚至有时候 Logic 都不关，因为 Mac 太稳定了。我原来在这个影视后期公司上班的时候，他们公司的那台 Mac Pro， 那个时候是叫 Mac Pro 吧，还是 Power Mac， 就是比较早了那个年代。他那台 Mac 就是从来不关机的，他那个剪辑软件也从来不关，就随便剪到哪儿下班了抬屁股就走，然后第二天来了继续，从来就是以年为单位的下来就这么干，这台电脑就不关机，就一直这么干，从来没有任何的说 bug 呀什么奇怪的问题啊，然后迫不得已我要重启一下，没遇到过啊。当然这个现在可能没办法跟当年这么牛逼了，没办法跟当年这种情况相提并论了。但是 Mac 仍然是目前这个世界上你能找到的，我认为最简单易用的一台电脑。但为什么说聊回来啊？为什么说我适合聊这个？因为以我20多年的 Mac 使用经验来讲，我是真正的彻头彻尾的，不是在专业领域用。我就是把 Mac 融入我的生活，而且我的生活呢还相当的丰富多彩，音乐我也做，画画我也画，然后这个摄影我也玩，这个剪辑我也用，然后你说普通的网络聊天、打游戏，就是我是真正这20多年如一日的试图把我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爱好、所有的生产力、所有想做的东西，但凡牵扯到电脑的，我都希望拿 Mac 来实现。所以这样的20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来，我觉得我给大家的分享的一些，我不敢说我分享的技巧多么的让你哇哦多么的冷门，这个咱不敢说。但是以我之前节目的调性我能够保证的是，我这个频道聊 Mac 的特色是我一定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功能入手，从这个功能来让你明白它为什么设计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最早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的，你应该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使用这个功能，然后用怎样的方式用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有什么样的扩展性，以及它未来会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我可以比较有信心跟大家聊的。另外，如果你是一个 Mac 的新手，或者说你还没有买过任何一台 Mac， 而之前一直在用 iPhone 和 iPad， 那么一直对 Mac 呢有这种想要去了解的这种欲望但是一直觉得有距离感，那你就一定订阅我这个节目每到目前我定的是星期几我也忘了，我这个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因为目前我打算是每个星期到一个数字的话，我有一个星期五星期五我们是 Mac Day 每周五目前来讲再强调一遍，目前来讲每周五我是说变就变的会更新这个 Mac 的课程，你好好的跟上但跟不上也没事嘛，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回看的，我会把它放在你的 Mac 为什么与众不同的这个播放列表当中。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聊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自认为比较适合跟大家去聊 Mac 的相关的话题。那第三个呢，就是稍微切一点今天的主题了。那我想把今天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聊掉，就是 Mac 是啥。我想这个真的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呢，但凡你喜欢我这个系列，打算跟下去的，我希望你第一个了解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 Mac， 什么是 Mac， 而且不管你的英文好不好，不管你的母语是哪一种语言，哪一种方言，我都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这次分享当中跟我一起准确的学会去用标准的英文发音，就别管英音还是语音这个美音了去读 Mac 因为我在这期节目当中我都不知道说过多少次 Mac， 那我也没有必要特意的让你去跟读了。为什么这么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大爷，他应该是70多岁了，然后他第一次来我们店，我也不太认识他，然后他呢
来请教我一些关于 Mac 的问题啊，他比较谦虚嘛，就是说我请教你一个问题，那我就当正常顾客去接待。但是聊着聊着呢，我发现这个老大爷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不像是完全是零，然后我就有兴趣更多的去跟他聊。就是一般来讲，你在一个零售店比较忙的时候，你都是希望流水线式的啊，接待完一个赶快接待下一个。那什么会让你更愿意跟眼前的这位顾客多聊一点呢？你其实就是某一些东西让你觉得你认同这个顾客，你喜欢这个顾客。那至于是怎么个认同，怎么个喜欢，这每个行业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作为一个人类，他核心的需求是这样子的嘛。那我为什么说我慢慢觉得我开始喜欢跟这个老大爷聊呢？因为一般来讲，如果是进门来看看电脑的这种70多岁的老大爷，基本上他都没有办法准确的称呼这台电脑叫 Mac，90%以上的都是苹果电脑啊。他把 Mac 给意译了啊。Mac 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了，对于一个不知道 Mac 是什么意思的这个小白来说，你最好的一种方式让他能明白的就是苹果电脑。但是这种呢，我相信但凡您用 Mac 用过一段时间了，我相信您都不太喜欢这样的一种翻译，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翻译，这更像是你查字典当中的一种解释啊。那 Mac 跟 iPhone 一样，我也极力的反对你去翻译它，就像我从来不把 iPhone 叫苹果手机是一样的。还想当年我刚入职的时候，一个小姑娘一进门就问我想买苹果4，我反应了大概10秒钟，我没有反应出来她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普通大众打过脸嘛，都是在专业圈子里混，哪有人管 iPhone 叫苹果4啊？iPhone 4叫苹果4，没人这么叫啊。所以如果你想入这个圈子，你真的想把 Mac 这台电脑学习好，我觉得你能够清晰准确的并且毫不犹豫的叫出 Mac 的名字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之后，才有之后的一切。如果说你操作这个电脑，你什么都能做出一些东西还不错，都能够用，但是你就是觉得跟别人一聊，你就跟他聊成苹果电脑，我觉得这个不算你很会，起码我不这么认为，我不会从心底认同你这种。包括有一些我们的同事在为了拉近跟顾客的关系的时候，也主动的降格啊，自己明明知道这个叫 Mac， 但是跟顾客聊的时候说来我们买一台苹果电脑吧，这个我也不太赞成，因为顾客来到这我个人看法啊，顾客来到一家店来购买东西，特别是科技产品的零售店，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购买的顾客他都会有一种学习的底层需求，当然有那样的一种人除外，我就不聊那种人啊，那个是少数。所以很多时候，你越遇到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台电脑的时候，你越应该把这个电脑他自己最愿意被称呼的名字叫出来。所以当时我说的那位老大爷，他就跟我聊的时候，他聊的问题非常的基础，但是他一直都管 Mac 称呼为 Mac。这个就让我非常的对他觉得好奇，我对他产生了好奇心，我觉得你怎么会跟你同龄的老大爷都不一样呢？结果果然聊到最后，他把他的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片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的全都是他的课程笔记，你知道吧？那个时候还有 One to One， 他说我是在你们隔壁店的2年公立的 One to One 会员然后我就相见恨晚，似曾相识啊，说这种感觉就来了，对吧？啊，这个是给大家讲一个背后的故事啊。所以其实，当你有一些问题想要去跟比较懂的用户去交流，当你已经比较懂了，你想去跟帮助一些入门的用户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我觉得你先把一个东西的名字叫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什么是 Mac？Mac 的全称叫 Macintosh， 我把它打在屏幕上。这个是 Apple 发明的一个英文单词，你现在查字典是有了啊，但是你在 Mac 诞生之前，1984年之前，你查字典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它是 Apple 发明的一个词，它英文里面本身没这个词的，但是有一个比较类似的词，它的发音也叫 Macintosh， 好像是把这个TOSH 最后的几个字母，对吧？把这个 TOH 把这个 O
改成了 A， 好像是改动了一个或2个字母啊，这个我不太记得了。也叫 Macintosh， 它是什么呢？它应该是美国的一种苹果的品种。就像我们说你是买苹果，你买什么呀？有一种苹果叫红富士，这个是我们国人比较喜欢的，对吧？有的时候我现在到北美超市去也会找红富士，因为红富士它含水量比较高，而且不那么甜。你像现在在这边买很多都是什么 Pink Dress 啊、Gala 这种，这是北美这种本地的这个苹果的品种。那 Macintosh 也是一种，但目前我虽然在加拿大还没见过哪一个苹果的品种真的叫 Macintosh 啊？难道只是美国独有？这就不去考究了啊。但是我了解到的是，当年 Steve Jobs 为了去开发一个新的电脑产品线，要给这个产品线起一个名字。那因为 Apple 就是翻译过来是苹果的意思嘛，那他就找了一种苹果的品种，好像也跟这个项目的发起人的一个名字有关系，然后把他们2个拼合在一起，拼出了这样的一个单词，叫做 Macintosh。台湾的翻译叫港台，我不知道，我不确定香港跟台湾哪个是哪个了，但是我知道在繁体中文里面会有2种不同的翻译，一种叫麦金塔 Macintosh 嘛，就是直接音译过来叫麦金塔，然后还有一种翻译呢叫麦金托什，这个也都是音译。所以你发现，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翻译这种名词的话，你干脆就音译，比如说沙发，比如说咖啡，对吧？你干脆就音译，你别把咖啡翻译成一个意大利人喝的饮料，这叫翻译吗？这叫解释，对吧？所以你把 Mac 翻译成苹果电脑，就像你把咖啡翻译成意大利人喝的饮料是一样的。您这不是翻译，您这是解释。那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怎么翻呢？你干脆就把它翻成咖啡，英文 coffee， 中文 coffee。这音译嘛，就这样。沙发也是一样的，拖拉机也是一样的。那 Mac 在简体中文里面，我这个地方我非常的庆幸，它没有翻，没有简体中文翻译，太棒了啊！这个太棒了，所以希望以后永远别翻啊！这个终于不翻了，是吧？别叫一个 Mac 电脑那可完了，跟 Safari 一样的愣翻啊！简体中文愣翻成 Safari 浏览器，哎呀我的天啊！这虽然我理性上支持说你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本土化，但是这个感性上实在是受不了啊，实在受不了啊！然后你把 Finder 已经翻成访达了，这个我已经就认了哈。Mac 千万别再翻了哈。所以这个你要翻我就打脸了。今天教大家念 Mac， 结果后来你给我翻了，翻成啥？麦克也可能吧？是不是？但这都是民间翻译，官方并没翻，这个很好。所以Macintosh 是 Mac 的全称，它呢是 Apple 的一个电脑的产品系列，叫做 Macintosh。当然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系列了，其他都淘汰了。那你说 Mac 曾经还有哪些电脑的产品线呢？还有比如说 Lisa 啊，还有比如说 Apple One、Apple Two， 这是最早的一些这个起家的发家致富的那个首款Apple 产品就是 Apple One， 然后第2代是 Apple Two， 那后来用 Steve Jobs 的女儿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系列的电脑叫 Lisa 哈，那都是过去式了。那自从 Macintosh 被提上这个日程之后呢，就掀起了全球个人电脑领域的一阵狂潮。那其他的系列也就不干了啊，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你如果了解汽车的话，是吧？你就知道大众，对吧？大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汽车品牌。那大众呢，相当于 Apple。那 Macintosh 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奥迪，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奥迪是大众旗下的一个汽车的系列，桑塔纳是另一个系列啊。朗逸是另一个系列，你就简单这么理解，这就没错了，这个是正确的啊。所以 Mac 是 Apple 旗下的电脑下的产品线的一个系列，那你也可以在 Mac 下再分子系列哈，比如说有这个Mac Pro， 现在有没有了啊？还有Mac Studio 啊，MacBook Pro、MacBook Air， 这是 Mac 旗下又分成一些系列的，就像 iPhone 旗下又分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样看来，其实 Apple 的这个产品分类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大类就一个名字，它没给你弄那么多名字但是大众消费品公司嘛，是吧？那这也可以理解啊。
那知道了这个 Macintosh 是怎么定位的，那为什么后来我们把这个 Macintosh 又叫成了 Mac 呢？就是简称嘛。如果你了解这个英语文化当中，英语文化的话，你就发现，其实，在英文文化里面，他非常喜欢创造这个缩写或者是简称，因为口语念起来比较方便。那大家念时间长了呢，就把 Mac 叫成 Mac 了。那一直到后来 ，Apple 官方也不太会把完整的 Macintosh 去刻在产品上面了。而直接把 Macintosh 简化成 Mac 之后，然后再尾缀一个能够定义它的产品形态的单词，比如说 MacBook。那这个单词你要分开去看，前面的 Mac 证明它是什么？证明它是一台 Mac 然后后面的 book 就是书嘛，那书是什么？就是我们中文说的笔记本嘛，笔记本就是笔记本嘛，所以 MacBook 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你这个一看就能理解了。而 MacBook Pro 呢，就是专业化配置比较专业的笔记本电脑，而 MacBook Air 就是空气啊，轻薄的空气能飘在空中的那种感觉嘛。那么你就知道 Air 就是轻薄系列的 Mac 笔记本电脑，就叫 MacBook Air。而 Mac Studio 你一听就知道 Mac 就是 Mac， 那后面的 Studio 是什么呢？工作室嘛，那它就是一个工作室级别的电脑，也就是生产力工具啊，专业用的，不是普通的办公之类的办公本。所以这个是 Mac 整个的产品系列。那如果大家要购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的话呢，也可以根据 Mac 的命名，然后去匹配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当然，目前来讲，大部分的用户还是会选择 MacBook Air， 即便是专业用户，他也会把 MacBook Air 选择它成为他的第二台电脑，因为这个实在是太诱人了。如此纤薄的身躯，如此强大的性能和稳定的操作系统，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特别是所有的这些你都拥有了之后，它的价格居然那么便宜，然后它的待机时间是那么长，找不到另外一台电脑是这么好的了。所以其实 MacBook Air 特别是13寸、15寸这种版本，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用户，你都很难抵御它的诱惑。但凡你想用电脑的人都很难抵御这个诱惑，所以我认为什么样的用户、什么样的需求，你购买 MacBook Air 都是不错的。只不过如果你是专业用户，你还需要第二台电脑而已。那对于普通用户来讲 ，MacBook Air 也没问题。包括我现在整个的工作流程，我虽然用的是 MacBook Pro， 但是已经是3-4年前的版本了。那如果你现在让我去购买一个全新的 MacBook Air， 我所有的工作流程也全部都能够驾驭。所以买 Mac 其实你是大部分人你是不用去考虑性能的，你只要去按照它的型号配置直接去买就好了。而对于大部分初学者来说，如果你想跟着我的课程进行学习，而你现在还没有一台 Mac， 我非常强烈的建议你赶快先去买一台 MacBook Air。这个是不会错的，因为电脑也会有迭代的，你喜欢这个电脑也会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如果你听我的节目，然后你又没有一台电脑，我相信你这就是白听。当然，白听是我这个频道的宗旨啊，我这个频道的所有节目，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希望各位能够白听。你千万别从我的节目当中学到什么东西，这把我给吓死了啊！当然，但如果你希望但我就不多说了，是吧？我的定位，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从一个自学到现在的这个 Mac 用户来讲，我觉得如果我没有 Mac， 我是没有办法。我很少听说过谁是先把 Mac 学会了，然后再去买的，这不可能的。我个人觉得不可能啊！我当年也是先买。你喜欢，实在经受不起它的诱惑，太漂亮了啊，太美了，赶先拥有再说啊！你又不是找女朋友，这个，只要你有这个经济实力，你就先买台电脑又怎么样呢？先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这个欲望，先把它满足了，然后你有了这份爱慕和欲望之后，它才能成为你学习过程当中完美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东西。那学习是枯燥的，当然你听我这个课程不枯燥啊，但是你听完了之后，你想想看，你比如说我教你这个Mac 电脑的手势，1指、2指、3指、4指甚至5指都有，好像没有5个指啊，最多是4个手指，每个手指又有不同的3-4个变化，你排列组合一下有多少种？你只是听能不能听懂？是人都能听懂，只要你能听懂中文，因为我是说中文，那你看英文字幕也可以啊，都能听懂。但是你是不是听完就会了？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那你要这个都会了的话，我开个视频教你学游泳，你听完我的节目，你直接跳水里去了，你都不会淹死，那可能吗？肯定淹死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啊？我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学的话，不要犹豫，只要金钱上啊没问题，赶快先去买一台再说。先买一台，哪怕你不看我的节目，你都有学会的可能。但是你不买的话，你永远学不会。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好，那今天这一节呢，就是聊一下故事，聊一下这个开篇，聊一聊什么是 Macintosh 啊。希望大家在之后的这个分享 Mac 的课程当中呢，都能够比较熟悉的去发音 Mac， 然后跟你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再去介绍这台可爱的电脑的时候，从今天开始一定都是 Mac。如果他听不懂的话，给他讲一讲。就像当年我刚入职 Apple 的时候，我会跟我父母去讲我说这个我原来没有入职，不是 Apple 的员工。我看到 Apple 的官网有一些广告都把 Apple 翻译成苹果2个字，所以我自己做的一些小片子啊，或者我自己在跟朋友家人聊天的时候，我也把苹果公司翻译成苹果，我就直接说苹果了，因为我们是中文环境嘛。但是自从我进了公司，参加了公司的培训，我知道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啊。那更加通行全球的是 Apple 更希望把 Apple 叫 Apple。所以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就算英文再不好，你就学一个词儿，就是以后我在你们面前，我也把我的公司称之为 Apple， 我不再叫苹果了。包括我面对所有的顾客的时候，我也都这么说。你不懂可以解释。如果我发现你因为我中文里夹的英文有点不开心，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成为我明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却做那个比较容易的。我还是比较赞同 Tim Cook 的那句话的，就是在选择面前，我们要选择正确的那条路，而不是选择相对容易的那条路。这个太难了。好吧，所以今天的内容稍微有点长啊，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帮助你更好的了解我们接下来的 Mac 系列。Mac 是我的 passion 所在，是我的热情所在啊，是我认识 Apple 的第一款产品，也是我认为 Apple 这家公司所有的灵魂注入的地方。你不要管它现在有多么的边缘化，这个目前来讲还是硬道理。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期待一下我这个你什么都学不到的 Mac 系列。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对了，在 Mac 系列里面，我们很多 Mac 后台的故事，还有一些小的不影响你学习的技巧和花边新闻，我都会放成会员专享节目。所以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比较丰富的 Mac 内容的话，我们大口吃肉的会员始终等着你啊！给自己做个广告。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